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 Fast API 进行项目开发。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首先，在开发前，我们先来准备一个 Python 的虚拟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中来安装我们所需要的 Python 库。好了，现在把这个虚拟环境先启动起来，然后我们在项目中添加一个 requirement.txt 文件，把 Fast API 和 UVCon 服务器添加进去。我们试着在本地安装一下，应该不会太久。OK， 安装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项目中创建一个包，然后在这个包里，我们还需要一个模块 factory。这个模块应该给我们返回一个Fast API 的对象。接下来我需要写一个方法来创建这个 Fast API 对象。我们可以给我们的 Fast API 一个 title， 比如说 A Post Management Service API 和一个 description。我们也可以给它添加一个版本号，0.0.01吧。最后我们返回这个Fast API 对象。OK， 这样一个简单的 application 就创建完成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需要给我们的应用程序添加一些生命周期事件，也就是说，在服务启动或者关闭的时候，我们可以触发一些特定的操作，比如说初始化数据库资源，或者是建立 HTTP 连接池等。然后在程序关闭之前，我们可以清理这些资源。好的，我们在这里添加了两个方法，一个是程序启动前需要执行的操作，还有一个是程序在关闭前需要执行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告诉 Fast API 对象来执行这两个操作呢？这里我们需要使用 Fast API 的 lifespan 参数。其实它就是一个上下文管理器，然后通过这个上下文管理器把这两个方法包装起来，然后把它传给 Fast API 对象，这样子 Fast API 就可以在程序启动和关闭前来触发它们。好了，到这里我们的 Fast API 对象基本上已经初始化完成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启动我们这个服务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的一个 ASGI 服务器来启动我们的 Fast API 服务。接下来我们需要在APP 的包里再创建一个入口模块，然后通过它来启动我们的 Fast API 服务。我们可以调用 UNICORN 的 run 方法，先给它传入我们刚才写好的 create app 方法。这个方法会给它返回一个ASGI 的可执行对象。接着我们可以定义服务的监听地址和端口。如果我们不需要服务器的 access log，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然后我们需要开启热启动，如果是在本地开发的话。然后监听的包是我们的 app 包。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 factory 参数设置为 true， 因为我们刚才上面传入的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法，用来返回一个 ASGI 对象。OK， 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的 API 启动一下试试看。然后监听地址是8080，我们现在发一个 HTTP 的请求到 localhost 8080，来看看有没有响应。Not found。这说明我们的 API 已经启动起来了，只是我们的API 服务并没有找到可用的路由，所以它给我们返回了一个响应是 Not found。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给我们的 API 来定义路由，在 app 中建立一个新的包 routers。然后我们先写一个检测 API 心跳的 endpoint 吧。在这个模块中，我们需要使用到 Fast API 提供的 API router 对象，通过它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 API 端口。好了，我们来创建一个 API router 对象。一般情况下，我会给它写一个 prefix， 比如说这儿我写成 heartbeat， 然后我不希望这些 endpoint 出现在我的 API 文档中。通过这个 router 对象，我们就可以来定义我们的 endpoint 了。我先来写个 readiness 的 endpoint。
给我们返回一个 JSON 的响应，状态为 ready， 然后我们再来写一个 liveness 的 endpoint， 同样返回一个 JSON 对象。这样之后，不管是使用 Docker 环境还是 Kubernetes 环境部署，都可以通过这两个 endpoint 来检测我们的 API 健康状态。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在 init 文件中来加入刚刚写好的这个 router 了。这样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注册到我们的 Fast API 的对象中。好了，那我们现在写一个循环，把刚才写好的 router 加入到 Fast API 中。现在让我们来测试一下刚才写好的这两个 endpoint 是否能被正确调用。我们现在发送一个 HTTP 请求到 heartbeat liveness OK， 状态是 alive。我们再试试 readiness OK， 状态 ready， 没啥问题了。为了更好管理 API 的配置，我们可以在 app 下创建一个 config 目录，然后把 API 的相关配置都写在这个里面。一般我们可以有多个不同环境的配置，我就先创建一个默认的配置吧。比如说，我可以把 app 的标题和描述都放到配置文件里，然后在服务启动的时候来读取这个配置。那么我就需要添加一个新的库 dynaconf 到我的 requirement.txt 中，然后我们重新安装一下这个库。OK， 没啥问题了。我们现在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模块 config， 然后利用这个库帮我们来读取在 config 目录下 default 里面的所有的 YAML 配置文件。我们通过 passlab 来找到 config 目录的路径。接着我们来写一个方法，用来读取指定目录下的文件。那么我们现在试着调用一下这个方法，来读一下 default 目录下所有的 YAML 文件。OK，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 dynaconf 来读取 YAML 文件里的内容了，然后把它加载到一个变量中。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读取到里面的内容。好的，这里我们能看到刚才我们写的 title 和 description 都已经被读到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config 变量，引入到我们的 factory 模块中，然后把刚才的静态的字符串替换掉。我们顺便把版本号也写到配置文件中吧。我们刚才用 UVCon 启动 Fast API 服务的时候，热加载模式是一直被开启的。其实这个会影响性能的。一般我们在生产环境中并不需要来启动这个 reload 热加载功能。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它也写到配置文件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开发环境来选择是否开启这个热加载功能了。现在我们来把它替换掉。我们现在重新启动一下服务，看看配置文件有没有被读到。我们访问一下 Fast API 生成的文档页面，我们可以看到 title、description 和版本号都被读到了。但是在这个 API 文档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接口的文档。
好吧，我们来添加一个，比如说 Post 的 API 接口吧。跟刚才一样，我们使用 API router，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prefix post。假如我们这个接口返回一些 post，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新的 router 添加到 init 文件中，这样它就可以自动被注册到 Fast API 里了。好了，我们来试试看，我刷新一下页面。OK， post 接口已经能看到了。我们还可以试着发一个请求，没问题。这里我们收到了刚才写好的那些 post。到这里 ，Fast API 项目搭建的初始化工作就基本上完成了。希望通过这个简短的分享，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接着分享，谢谢大家。